回来的女人还想要分红分钱？鱼肠留着，你们给我滚蛋！司外农村善良加点锋芒，不仅没哭，连骨头都会被吃干抹净。苏婉叹紧紧护着身边和板秤车，轰隆隆地碾过村口的碎石路，开进村里。村长和村们原本嚣张却打人路兽瞬间僵在脸上。我能带你们吃肉，也能掀了你们的桌子。动手拆！清溪村合作社年终分红，37户人家分206万。轮到我时，村长王强满脸堆笑地开口：“苏婉，你那50万投入，算设备租赁费，早就抵扣完了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站起身，声音平静却清晰：“行，鱼池既然是租赁设备，那我明天来拆走。”会议室瞬间死寂3秒，王强随即哈哈大笑，翘着二郎腿，满脸得意。鱼池焊死在地基上，你搬得动？我身旁的恋人陆泽攥紧拳头，指节泛白，却被我轻轻按住手腕。没人知道，我们早已留好后手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4辆黄色吊车浩浩荡荡开进清溪村，轰隆的引擎声打破村庄的宁静。原本还满脸不屑，等着看笑话的王强，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嘴角抽搐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再也笑不出来。全村人围在村口，看着缓缓展开的吊车壁，当场傻眼。没人敢相信，焊死在地基上的鱼池，我们真的能拆走。他们觉得我一个女人，加上陆泽一个跟着我来的外乡人，根本不可能搬走焊死在地基上的养鱼池。我没再说话，转身径直走出会议室。陆泽紧紧跟在我身后。出门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王强，眼神里的冰冷让王强的笑声戛然而止。门口的阳光格外刺眼，我弯腰推着母亲的轮椅往家走。陆泽接过轮椅把手，轻声说：“婉婉，别难过，有我在。”身后传来孙婶的声音，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就是个女技术工，还有个外乡男人，给他们活干就不错了，还敢要分红，做梦！母亲坐在轮椅上，始终没有回头，但我清楚地看见她搭在扶手上的手指在控制不住地发抖。陆泽停下脚步，想回头理论，我拉住他，摇了摇头。有些账不是靠嘴算的，是靠行动算的。从村委会回家的路不长，短短20分钟，我们4个人一句话都没说。轮椅的轮子压过碎石路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刺耳又沉闷。陆泽的母亲跟在后面，几次张嘴想安慰我，最终都把话咽了回去。回到家，陆泽的母亲去厨房热饭，我把母亲推进堂屋。母亲坐在轮椅上，歪着头看向窗外，窗外就是那座我和陆泽亲手建起来的智能养鱼池。那是我和陆泽花了50万，耗时3个月，从打地基到安装供氧机组水质调控设备，全程亲自盯着建起来的养鱼池。200平米的面积，不锈钢养殖池体，在夕阳下泛着冷冽的光。整整2年时间，清溪村37户人家的水产从这座养鱼池里运出去，换成了合作社账上的432万销售额。我负责技术维护，陆泽负责运营管理，我们俩像陀螺一样转了2年，换来的却是分红为0。母亲盯着养鱼池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用那只还能动的右手轻轻拽了拽我的袖子。算了，她的声音含含糊糊，像嘴里含着棉花，吐字艰难。别闹。陆泽蹲下来和我母亲平视，又看向我认真地说：“阿姨，婉婉这不是闹，这是我们的合法财产，他们不能这么欺负人。我是男人，我必须护着婉婉，护着我们的心血。”我蹲下来和母亲平视，她的眼睛浑浊不堪，但我看得懂她眼神里的意思，那不是怕事，是心疼，是怕我和陆泽和全村人撕破脸，以后在清溪村没有任何退路，怕陆泽因为我受委屈。妈，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手，又握住陆泽的手，2只手紧紧交叠在一起。我和陆泽没有闹，我们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陆泽的母亲端着热好的饭走进来，把碗放在桌上。你们真要拆了之后，村里的人肯定会记恨你们。妈，我们当初回来是想帮村里致富，不是来受气的。他们不仁，别怪我们不义。养鱼池是婉婉的产权，是我们共同的心血，必须拆。陆泽放弃了城里的工作，跟着我回农村，吃苦受累。我不能让他白付出，我自己的付出也不能白费。吃完饭，我和陆泽走进房间，关上房门。陆泽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轻声说：“婉婉别难过，我早就联系好设备商了。之前我就觉得王强不对劲，留了后手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一暖，原来他早就察觉到了风险，一直在默默准备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出一个号码，赵总，当初养鱼池的供氧机组、水质调控管路、不锈钢池体，全都是从他那里采购的。陆泽和他对接了无数次，关系很熟。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通。陆总，苏小姐，这么晚打电话啥事？赵总，陆泽开口，语气沉稳，问你个是养鱼池拆迁，你们能不能做？整体吊装连地基螺栓一起拔出来。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，随即传来肯定的答复，能做。4辆25吨吊车配3个技术员，1天就能搞定。陆总交代的是绝对没问题。明天早上6点能到清溪村吗？陆总，你急成这样。那行，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拆了就装不回去了。地基螺栓一拔，混凝土底座直接就废了。
我知道。陆泽看了我一眼，我点头示意，确定。挂了电话，陆泽把我搂进怀里，轻声说：婉婉，明天过后我们就离开清溪村，去临镇开更大的水产养殖中心，属于我们的水也抢不走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眼泪终于落了下来，不是委屈，是感动，是庆幸。庆幸身边有这样一个男人，和我并肩作战，不离不弃。晚上9点10分，院子里传来敲门声，陆泽的母亲去开的门，门口站着一个人，老郑。老郑今年60岁，是合作社的会计，一辈子跟账目打交道，背有点佝偻，说话声音很小。分红大会上，他坐在角落，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。他站在门口，先往左看了一眼，又往右看了一眼，确认没人后，才慢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。苏婉，陆泽。他的声音压得极低，像怕被风吹走。你们看看这个。他把手机递到我们面前，屏幕上是几张照片，是分红的真实账目，还有一笔走向异常的转账记录，从合作社公户打到一个私人账户，备注写着设备维护服务费，金额整整20万，收款人王强的堂弟。我和陆泽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愤怒。王强踢你们出去，不是因为你们的钱抵完了，是因为他堂弟要接养鱼池维护的活，1年20万。苏婉，你懂技术，陆泽你管运营，你们不走，他堂弟就进不来。我老了，在这村里待不了几年了，我看不惯他这么欺负你们2个年轻人，更看不惯他坑全村人。他把手机收回去，转身就要走，走了2步又回头轻声说：这些东西你们收好有用。说完，他佝偻着背消失在夜色里。陆泽把老郑发来的照片保存好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娃，你看，不是所有人都忘恩负义，还有人记得我们的好。明天我们就堂堂正正地搬走养鱼池，让王强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。我点头，心里的最后一丝犹豫彻底消失。凌晨5点50，天还没有完全亮，空气微凉，带着露水的潮气。我和陆泽已经站在院门口等候。远处的公路上传来柴油机的轰鸣声，由远及近，像一群正在赶路的巨兽。陆泽的母亲陪着我，母亲在屋里等着，怕老人受刺激。陆泽站在我身边，穿着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身姿挺拔，眼神坚定。他轻轻整理了一下我的头发，轻声说：婉婉别怕，有我在。我点头，心里无比踏实。6点整，4辆黄色的25吨吊车列队从清溪村口的水泥路上开进来，履带压过碎石路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车身很高吊臂收着，像4根竖起来的巨大手指。吊车后面跟着一辆平板拖车，还有3个戴着安全帽的技术员。整个清溪村被这巨大的声响震醒，家家户户的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，门一扇接一扇打开，探头出来张望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人套着拖鞋跑出来，嘴里还叼着牙刷，有人抱着孩子站在自家门口，满脸疑惑，哪来这么大的车？开去谁家的？是往苏婉家养鱼池那边去的。那个外乡男人陆泽真找来吊车了。吊车稳稳停在养鱼池门口，发动机没有熄灭，怠速的轰鸣声在清晨的村庄里回荡，像一头蹲在那里等待指令的巨兽。赵总从副驾驶下来，冲我和陆泽点了点头。陆总，苏小姐，人到齐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陆泽说等一下，等王强过来。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，我知道王强一定会来。果然不到5分钟，王强穿着一件扣子扣歪的衬衫，从村委会方向一路小跑过来，脸涨得通红，额头冒着汗，气还没喘匀，就对着我和陆泽怒吼：苏婉、陆泽，你们搞什么名堂？他冲到我们面前，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子上，面目狰狞。这养鱼池是合作社的，是集体财产，你们敢动？陆泽，你个外乡人，敢来我们村撒野！孙婶不知道什么时候挤到了前面，叉着腰，嗓门比王强还要大，就是苏婉，你一个女人家不知好歹！陆泽，你个外乡人，滚出我们清溪村！建养鱼池的时候，全村都出力了，你们想拆走，做梦！人群里立刻有人跟着附和：没有苏婉，你太过分了！陆泽，你滚出去！李勇站在人群中间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清晰：我那200吨成鱼还在养鱼池里呢，你们要是敢动，我跟你们没完！王强被这些声援撑起了底气，腰杆挺直，下巴抬得高高的，摆出一副村干部训话的腔调。苏婉、陆泽，我好心劝你们，昨天分红的事回去好好想想，别意气用事。苏婉，你一个女人，在这村里还能混多久？得看大家给不给你面子。陆泽，你个外乡人在闹，我让你在这一带混不下去。这些吊车赶紧让他们回去，出的油钱算你们自己的丢人费。说完，他环顾了一圈围观的村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那个笑容和昨天在分红大会上说零的时候一模一样。陆泽往前一步，把我护在身后，眼神冰冷地看着王强。王村长，说话注意点。第一，我不是撒野，我是保护我妻子的合法财产。第二，养鱼池是苏婉的产权，和集体无关。第三，你没有资格让我们走。我静静看着王强，等他笑够了，从包里拿出一份对折的文件，边角有些褶皱递到他面前。陆泽同时拿出另外2份文件一起递过去。产权登记证，我语气平静，
养鱼池建在我家宅基地上，地是我家的，设备是我买的，安装是我找的人，陆泽全程协助管理。你看看上面写的谁的名字？这是设备采购合同，付款方是苏婉个人，不是合作社。这是运营记录，这2年养鱼池的维护管理都是我和苏婉负责，合作社没有出1分钱1分力。王强接过文件翻开一看，眼珠左右扫了2遍，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，虽然不明显，但我和陆泽看得一清二楚。王强接过文件翻开一看，眼珠左右扫了2遍，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，虽然不明显，但我和陆泽看得一清二楚。文件上白纸黑字，盖着市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红章，清清楚楚写着产权人苏婉，采购合同上签字栏是苏婉和陆泽的名字，付款凭证齐全。刚才喊得最凶的孙婶，嘴巴还张着，却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李勇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王强把文件翻过来看看背面，又翻回去看看正面，像是不敢相信上面的字会咬人。我没理会呆愣的孙婶，转头看向养鱼池，不锈钢池体在晨光里反着白光，供氧机组还在嗡嗡运转。养鱼池里的水温恒定在22度，而外面是35度的7月酷暑。我盯着养鱼池看了3秒，身后传来一个微弱又艰难的声音：别。我转过身，陆泽的母亲已经把我母亲的轮椅推到了养鱼池门口，母亲坐在轮椅上歪着头，看着那4辆巨大的黄色吊车，看着周围黑压压围过来的村民，最后看向我和陆泽。他的右手从扶手上抬起来，颤颤巍巍的，像一片快要飘落的叶子。他的右手从扶手上抬起来，颤颤巍巍的，像一片快要飘落的叶子，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臂。他的手指没什么力气，却抓得格外紧，嘴唇不停抖动，用尽全身力气挤出2个字：别拆。周围瞬间安静下来，连吊车的怠速声都仿佛变小了。孙婶不喊了，王强不吼了，所有人都看着我们，一个坐在轮椅上说不出完整句子的老人，一个护着爱人的年轻女人，一个挺身而出的男人。陆泽蹲下来，单膝跪地和我母亲平视：阿姨，我知道您担心婉婉，担心我们，但我们必须拆，不拆以后会被欺负得更惨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会一辈子护着婉婉，给她更好的生活。我蹲下来，轻轻握住母亲的手，她的手冰凉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土，那是种了一辈子地的手。我停顿了3秒，1秒、2秒、3秒，然后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格外沉稳：妈这次听我和陆泽的。我站起身，陆泽握住我的手，一起转头看向赵总，轻轻点了点头。赵总一挥手，3个技术员立刻行动起来，一个扛着扳手去拆地基螺栓，另外2个爬上吊车调试钢丝绳。王强终于反应过来，掏出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戳了3次才拨出去号码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我是王强，清溪村村长，有人在村里搞破坏，要强拆集体的养鱼池，马上来。挂了电话，王强脸上又浮起一层底气，他径直走到养鱼池正前方，双手一撑，直接坐在了地上，屁股贴着水泥地，2条腿岔开，背靠着养鱼池的不锈钢门板，像一个肉做的路障，谁敢动，先从我身上碾过去。孙婶一看，立刻跟上，也往地上一坐，紧挨着王强。对，碾死我们你就拆，苏婉你个没良心的，忘了当初我们怎么捧你了。李勇没有做，却站到了养鱼池门口，双手抱胸，死死堵在那里。他的眼神里没有王强的狂妄，只有赤裸裸的算计。他在算自己那200吨成鱼到底值多少钱。又有几个村民跟着坐了下去，不到2分钟，养鱼池前面坐了一排人。又有几个村民跟着坐了下去，不到2分钟，养鱼池前面坐了一排人，男男女女，甚至有人把孩子抱过来，坐在怀里搞起了人肉封锁线。我和陆泽看着这一幕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让技术员停下来。扳手拧动铁件的声音在安静的人群里格外清晰，每拧一下，王强的眼皮就跟着跳一下。现在就是比谁先绷不住。陆泽拿出手机，打开录音功能，淡淡开口：你们阻碍处置合法财产已经违法了，我已经录音，警察来了，你们要负法律责任。这句话一出，几个年轻村民立刻站了起来，往后退了几步。警察来得很快，15分钟后，一辆白色警车停在村口，下来2位民警，年纪大的那位率先开口：怎么回事？谁报的警？王强一步冲上去，指着我和陆泽，声音尖利：就是他们，这个女人和这个外乡男人要拆我们合作社的养鱼池，这是集体财产，这是犯罪。民警看了看王强，又看了看我和陆泽，再看了看那4辆吊车，问：你们是？苏婉、陆泽。陆泽从包里拿出3份文件，不急不慢的一份一份递过去。陆泽从包里拿出3份文件，不急不慢的一份一份递过去。第1份养鱼池的产权登记证，产权人是苏婉；第2份养鱼池设备的采购合同，付款方是苏婉个人，不是合作社。第3份设备供应商出具的确认函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本批设备系苏婉女士以个人名义购买安装，陆泽先生协助管理。民警接过文件仔细翻看，年纪大的民警看了看年轻民警，年轻民警低头核对合同上的印章，
随后两人看向王强，王村长，这养鱼池的产权确实登记在他名下，采购合同也是他个人签订的。王强急得满脸通红，那他们也不能拆啊，合作社一直在用，我们有使用权，使用权有没有书面协议？没有，口头的。年纪大的民警叹了口气，这是你们之间的民事纠纷，他要处置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，我们没有权利阻止，你们要是觉得有争议，可以去法院起诉。他又看向我和陆泽叮嘱道，你们也注意分寸，别激化矛盾。陆泽点头，谢谢民警同志，我们会合法处置。警车开走了，王强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攥着手机，扭头看向周围的村民，想再说些什么，却没人再敢接他的眼神。我走到养鱼池侧面的配电箱前，灰色的铁皮箱子上面挂着一把挂锁，钥匙在我身上，陆泽站在我身边护住我，防止有人冲过来。我掏出钥匙，打开挂锁，拉开箱门，里面是一排空气开关，左边3个控制供氧机组，右边2个控制照明和水质调控。我伸手把最左边的总闸往下一推，咔嗒，声音不大，却让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养鱼池里供氧机组的嗡嗡声瞬间停止了，那个运转了整整2年从来没有停过的声音就此消失。周围突然安静的有些不真实，李勇的脸瞬间变了色，他的200吨成鱼还在养鱼池里，恒定22度的养殖池断了氧，断了温控，外面是35度的高温，每1秒池里的水质都在飞速恶化。我没有看他对赵总说，开始吧。技术员已经拆完了12颗地基螺栓，第一辆吊车的吊臂缓缓伸展开，钢丝绳穿过养鱼池体顶部的吊饵，液压机发出嘶嘶的声响，钢丝绳慢慢绷紧，养鱼池体底部传来一声沉闷的嘎响，那是金属脱离混凝土底座的声音。人群里有人倒吸一口冷气，不锈钢池体开始缓缓离开地面，1厘米、10厘米、半米，阳光从池体底部和地面的缝隙里照进来，亮得刺眼。那是2年来这块土地第一次见到阳光。供氧机组更重2辆吊车配合，一台吊一台拖底，水管管路被技术员提前切断，接口用铆板封死，手法专业利落，整个过程有条不紊，没有一丝慌乱。来的不是草台班子，是陆泽长期合作的专业设备商，他们拆过比这大10倍的智能养殖池。第一台供氧机组被吊上平板车的时候，孙婶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恐惧的神情，他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闹情绪，我是真的要把这座养鱼池从清溪村连根拔走，而他们根本拦不住。陆泽站在我身边，紧紧牵着我的手，轻声说，玩玩我们的心血不会白费。我看着他眼里满是笑意，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。养鱼池体被稳稳当当放上平板车，2台供氧机组，一台已经装好，另一台正在吊装，水管管路被剪成一节一节，码在车斗里像一堆银色的骨头。原来养鱼池矗立的地方只剩一个光秃秃的混凝土底座，4个被拔掉螺栓的孔洞像4只空洞的眼睛望着天空。周围的村民还没有散去，但气氛彻底变了，没人再喊不能拆，没人再推搡阻拦，他们只是静静站在那里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拆迁。直到李勇突然开口，声音干涩沙哑，我的鱼呢？养鱼池拆了，我那200吨成鱼呢？他盯着平板车上巨大的不锈钢池体，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。池体的门还关着，里面的水温早就从22度升到了0上30多度。200吨成鱼在没有智能温控供氧的情况下，存活时间最多只有12小时。李勇显然也算到了这个时间，嘴唇开始控制不住的发抖。我没有理会他，陆泽掏出手机按下免提，拨号的嘟嘟声在安静的人群里格外清晰，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着。电话很快接通，传来批发商王总的声音，粗犷又带着笑意，陆总，苏小姐，听说你那边闹了点事，养鱼池没问题吧？下周那3批成鱼。陆泽打断他，声音平静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养鱼池已经拆走了。电话那头安静了1秒，拆走了，对，刚装车，没有智能养殖设备了，鲜活度没法保证。那下周的成鱼，之前签的那3批订单全部取消。王总的声音立刻变了，再也没有笑意。陆总，苏小姐，你们闹着玩呢？这3批加起来180吨，客户那边都排好了，不是闹着玩。陆泽语气坚定，违约金的事你直接找合作社，社长叫王强。陆泽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慢慢念出王强的手机号，清晰又响亮。王强就站在5米外，清清楚楚听见了自己的名字，听见了违约金3个字。他的脸色从惨白变成了死灰，那是活人不该有的颜色。就这样，王总，后面的事你找王强谈。陆泽挂了电话，手机屏幕按下去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说话。孙婶张着嘴巴呆立在原地，李勇的折扇掉在地上，他浑然不觉。王强往后退了1步又退了1步，仿佛脚底下的水泥地会咬人。我和陆泽相视一笑，收起手机，看向赵总，走吧。4辆吊车发动起来，平板车跟在后面，车队缓缓驶出清溪村口。我和陆泽推着母亲的轮椅，
他的母亲跟在身边一起走在最后面。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只看了一眼，养鱼池曾经矗立的地方空空荡荡，4个螺栓孔，一块光秃秃的混凝土底座。村民们站在旁边，像一群被拔掉蜂巢的蜜蜂，不知道该飞向何处。我转回头继续往前走，陆泽握紧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婉婉，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。”母亲坐在轮椅上没有回头，但她那只还能动的右手慢慢握住了我和陆泽交叠的手，没有用力，只是轻轻放在那里，暖暖的。养鱼池被拉走的第一天，7月的太阳从早上7点就开始毒辣地照射下来。养鱼池被拉走的第一天，7月的太阳从早上7点就开始毒辣地照射下来。清溪村里那块水泥底座空空荡荡，4个螺栓孔被人用破布堵上了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，大概是觉得看着碍眼。养鱼池留下的空位太过明显，李勇的200吨成鱼现在只能临时堆在普通土塘里，防雨布很薄，阳光透过来，土塘里的水温飞速飙升，塘面开始泛起白泡。其他养殖户的鱼苗也到了关键培育期，没有智能温控和供氧设备，根本无法存活。上午10点，土塘里的温度已经达到38度。李勇在塘边挂了一个电子温度计，他不停打电话，打给水产养殖公司、物流公司、市区甚至省会的智能养殖基地。他打了20几个电话，最后狠狠把手机摔在石头上，屏幕裂了一道长缝。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低声骂了一句，不是骂我和陆泽，是骂王强。而王强此刻躲在清溪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，门关着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他也在打电话，不知道打给谁。从窗户缝里传出来的声音能听出，他在低声下气地求人。再也没有了往日村长的威风。临镇的临时基地里，我和陆泽正在指挥技术员组装养鱼池设备。赵总的团队效率很高，半天时间就把设备安置妥当，通电测试后一切正常。陆泽的母亲给我们送来了水和面包，笑着说：“还是这里好宽敞干净，没人欺负我们。”我母亲坐在轮椅上，看着崭新的临时养鱼池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陆泽拉着我的手，看着临时养鱼池的招牌，轻声说：“婉婉，这里只是暂时的，我已经和临镇政府谈好了，租下一块更大的场地，建一个现代化的水产养殖中心，名字就叫苏路水产，用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满是期待。好，我们一起把它做大做强。养鱼池被拉走的第2天，一股难闻的气味先飘了过来。清溪村的风带着一股腥腐发臭的气味，不是水产鲜活的香气，是鱼儿死亡腐烂的恶臭。李勇的临时土塘远远看去，塘面飘满了翻白肚的成鱼，密密麻麻一层，原本清澈的塘水变成一滩黏糊糊的暗红色，那是鱼儿腐烂渗出的汁液。顺着塘边的坡度慢慢淌向路边的排水沟，苍蝇成群结队，像一团黑色的云，笼罩在土塘上方，不用走近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有人捂着鼻子从旁边走过，脚步加快，满脸嫌弃。李勇不在塘边了，他蹲在自家院门口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地上的烟头少说有20-30个。上午9点，王强的手机响了，是批发商王总打来的，不是聊天，是发违约函。微信里一个 PDF 附件，王强点开，标题是加粗黑体，关于成鱼供货合同违约的正式通知函，违约金人民币80万元整。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攥紧手机，指节发白，却攥不住那个刺眼的数字。80万，合作社2年攒下的利润206万，分红分掉了大部分，账上还剩多少钱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远远不够赔付。消息在清溪村传得飞快，在农村，坏消息永远比好消息跑得更快。中午时分，养殖户们开始往村委会聚集，一开始3-3-2-2，后来越来越多。有人胸前还挂着围裙，手上沾着鱼鳞，有人骑着电动3轮车，直接停在村委会门口。车斗里装着刚培育的鱼苗，已经开始发蔫死亡。他们围在村委会铁门边，声音一开始还压着，后来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不客气。王强出来，80万违约金谁赔？我那10吨鱼苗也死光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当初为什么要把苏婉和陆泽踢走？他们走了，养鱼池没了，现在大家怎么活？是你王强一手搞得，你赔。有人拍门，有人踢门，铁门发出哐哐的巨响。王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脸色死灰，眼袋很深，显然一夜没睡。他张了张嘴，想安抚众人，大家听我。听你个屁！一个个子不高、嗓门很大的养殖户直接把3轮车上那筐死鱼苗哗啦一声倒在村委会门口，鱼苗滚了一地，好几颗已经腐烂，汁水溅在王强的裤脚上，他没擦也没法擦，因为后面的人纷纷跟着倒水产。死鱼苗烂成鱼变质虾蟹，全倒在村委会台阶上，堆成一座水产的坟墓。李勇站在人群后面，没有倒水产，他的200吨成鱼连塘都装不下，只是蹲在那里，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，一言不发，那种沉默比骂街还要可怕。而此时的我和陆泽正在临镇水产养殖中心的施工现场，和工人商量施工方案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算计，
只有对未来的憧憬。陆泽拿着设计图，认真地和工人沟通，这里要建3个大型智能养殖池，预留出鱼苗培育和成鱼分拣车间。以后我们不仅做智能水产养殖，还做鱼苗培育、分拣、代发、一条龙服务，还要加装智能水质监控系统，24小时恒温供氧，保证水产存活率与鲜活度。陆总、苏小姐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按最高标准建。陆泽的母亲和我母亲坐在旁边的树荫下聊着天，看着我们忙碌的身影，脸上满是欣慰。李勇的沉默在当天傍晚彻底爆发。傍晚6点多，村委会的铁门还没来得及关，李勇就冲了进去。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，不是哭的，是气的。一整天没吃饭，嘴唇干裂，力气却一点没少。王强正坐在办公室里，手机放在桌上，旁边摆着一杯凉透的茶，脸色憔悴不堪。李勇推开门，声音平静的不正常：王强，我那200吨成鱼全死了，批发商的违约函你看了，40万，加上合作社那80万，一共120万，你说说谁赔？王强张了张嘴，试图解释。李勇，这是你叫我什么？李勇往前一步，眼神冰冷。分红的时候你叫我李勇，现在你叫我李勇了。当初你拍着胸脯跟我说踢走苏婉和陆泽，多分我10%，我信了。现在10%呢？我那200吨成鱼呢？他每说一句就往前迈一步，王强不停往后退，直到被桌子顶住腰，再也退不动。是你自己也同意的，分红方案是大家举的手，你李勇也举了。我举手是因为你说多分我10%。李勇一把揪住王强的衣领，怒目圆睁，你他妈骗我！门口挤进来一群养殖户，不是来拉架的，是来看热闹的。有人喊了一嗓子，王强踢走苏婉和陆泽，是为了让他堂弟接手养鱼池，1年20万维护费。全场瞬间愣住。李勇松开王强的衣领，往后退了半步，声音颤抖：什么堂弟？什么堂弟？原来是这样。王强的嘴唇哆嗦起来，他知道秘密被捅破了。你踢走苏婉和陆泽，不是为了合作社，是为了你堂弟接活，你拿我们37户的钱养你自己人。他没再多说，一拳狠狠砸在王强嘴上，干脆利落，没有一句废话。王强踉跄着撞翻椅子，嘴角裂开，血顺着下巴滴到衬衫上，两个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养殖户们站在门口，没有一个人拉架，有人甚至往后退了一步，给他们腾出更大的空间。当天夜里，王强的堂弟关了手机，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从清溪村后面的土路偷偷溜走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也没人在意。临镇的临时宿舍里，我和陆泽躺在床上，陆泽的母亲发来微信，村里打起来了，王强被揍了，大家都知道他的阴谋了。陆泽的母亲发来微信，村里打起来了，王强被揍了，大家都知道他的阴谋了。陆泽回了一个字然后放下手机，把我搂进怀里，轻声说：婉婉，善恶终有报，我们问心无愧就好。我点头，在他怀里沉沉睡去。这是2年来我睡得最安稳的一觉。养鱼池被拉走的第3天，王强一个人来了临镇的临时基地，没有带孙婶，没有带李勇，就他自己。他站在基地门口，衬衫还是昨天那件，领子被李勇拽歪，右边嘴角一块淤青已经发紫，裤子膝盖上满是灰尘，不知道是跪过还是摔过。他没有敲门，就那么静静站着，双手垂在身侧，手指不停发抖，像得了帕金森。是陆泽先发现的，轻声喊我：婉婉。外面是王强。我走出去，王强看见我和陆泽，嘴唇哆嗦了好几下，喉结上下滚动2遍，才挤出沙哑的声音：苏苏婉陆泽。他的嗓子是真的哑了，不是装的，是连着喊了2天，被人揍了一顿，一夜没合眼后的沙哑。是我错了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低着头，不是鞠躬，是根本不敢看我们。是我错了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低着头，不是鞠躬，是根本不敢看我们。3天前，他坐在村委会的藤椅上，翘着2郎腿，弹着烟灰，得意洋洋地说：你们搬得动。如今那个威风凛凛的村长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50多岁、满身狼狈、嘴角渗血的男人。你们把养鱼池搬回来，多少钱都认，你们开个价。陆泽把我护在身后，淡淡开口：搬不回来了。王强的表情像被人掐住了脖子，满脸不敢置信。神什么意思？临镇的水产养殖中心，我们已经签了合同，下个月动工，养鱼池直接入场投入运营。他愣在原地，张着嘴巴，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王强还没走，孙婶就来了。他没有叉腰，没有大嗓门，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基地的水泥地上，跪得又重又响。苏婉陆泽，他脸上满是泪水，鼻涕拖了2道白线，嘴角还挂着没咽下去的早饭渣，显然是急着赶来，连饭都没吃完。苏婉，你行行好，我家那5吨水产全死了，臭的邻居都来骂我了，今年的收成全没了。我家那口子说要跟我离婚，你把养鱼池搬回来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他真的磕了起来，额头碰到水泥地发出沉闷的响声，磕完一个又磕一个，
第二下额头蹭破，渗出血丝，混着汗水顺着鼻梁往下淌，他却浑然不觉。我低头看着他，这个女人2年前见养鱼池时，天天端着鸡汤来喊我大恩人，夸陆泽好小伙。分红大会上说养鱼池本来就是集体的，养鱼池前坐在地上喊碾死我们你就拆，如今跪在地上磕头求饶，4种模样判若两人。孙婶，我开口，他抬起头，额头一片通红。分红会上你说养鱼池本来就是集体资产，现在集体的养鱼池呢？他嘴唇哆嗦了几下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陆泽轻轻拉了拉我，示意我进屋。我转身进屋，关上房门，透过窗户看见孙婶还跪在地上，王强站在旁边低着头，两个人一站一跪，像2尊正在风化的雕像。孙婶走后，基地门口安静了大概2个小时，然后李勇来了，不是一个人，带了5、6个养殖户，但他不是来求我们的，是来要钱的。苏婉、陆泽，他站在门口，红着眼睛，嗓门扯得很大，我200吨成鱼全死了，违约金40万，你们要是不拆走养鱼池，会这样吗？你们赔。他身后的人跟着喊，对，赔钱，我家20吨鱼苗也死光了，是你们害的。我和陆泽站在门口，没有拿文件，没有打电话，只是静静看着他，等他喊完。李勇，陆泽开口叫他的名字，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陆泽会直接叫他。第一，陆泽伸出一根手指，养鱼池是苏婉的，产权证你看过了，我们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，不违法。他身后的人互相看了看。第二，陆泽伸出第2根手指，分红会上提我们出合作社的方案，你举了手，他的嘴巴动了一下，没敢出声。第三，陆泽伸出第3根手指，你那200吨成鱼的违约金40万，当初王强承诺你多分10%，折合多少钱？你自己算，这笔账你该找王强要，不该找我们。3句话，句句都是事实，每一句都让他往后退半步。他身后的人互相看了看，一个接一个默默离开，最后只剩李勇一个人。他站在那里，肩膀慢慢塌下去，像一个被放完气的轮胎。他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嘴唇哆嗦2下，终究没发出声音，眼圈突然红了，不是哭，是全身力气被抽干后的酸涩。他用手背使劲擦了一下眼睛，动作飞快，怕被人看见，然后转身就走，走了2步，腿软踉跄了一下，扶住旁边的墙才站稳。他身后那把印着清风的折扇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地上，半开着，风吹过，扇面轻轻翻动，再也没人捡起。陆泽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叹了口气，都是贪心惹的祸。我点头，路是自己选的，后果只能自己承担。1个月后，临镇苏陆水产养殖中心挂牌那天，没有鞭炮，没有大红花，没有喧闹的喇叭，只有一块白底蓝字的招牌，苏陆水产。这是我和陆泽一起设计的，用我们2个人的姓氏，寓意着我们共同创业，不离不弃。新养殖中心比原来的大了3倍，3台全新的供氧机组，智能水质监控系统，鱼苗培育车间，成鱼分拣车间，办公区一应俱全，养殖能力覆盖方圆50公里。批发商王总亲自赶来，穿着花衬衫站在养殖中心门口。陆总，苏小姐，早该这么干了，清溪村那个合作社根本配不上你们的手艺和能力。他递来一支烟，陆泽没接，直接说，王总，签约的事，签，今天就签，长期合约，1年1续，以后我们所有的水产都放你们这里养殖存储。他拍着陆泽的肩膀，以后你们就是我们这片最大的水产养殖供应商。签约在办公室里完成，1张桌子，2把椅子，2杯清茶，没有206万的利润，没有厚厚的红包，没有挨个念名字的虚伪，但该有的权益一样不少。下午来了一些人，不是王总带来的，是清溪村的养殖户们，他们站在养殖中心门口，不好意思进来，三两两缩着脖子。陆泽的母亲出去迎了一下，温和地说，来签供货协议的，进来吧。他们鱼贯而入，一个接一个排着队，在办公桌前坐下。供货协议很简单，一张 A4 纸，价格比合作社低了15%。他们没得选，旺季的水产不等人，没有设备养出来就是死鱼。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签字，没有人讨价还价，连一句便宜点都不敢问。孙婶也来了，排在最后面，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走到我面前时，他不敢看我，眼神一直飘在桌面上，签名的时候手不停发抖。签完字，他把协议推过来，站起身，张了张嘴想叫我，最终还是没叫出来。他低下头，快步离开。李勇也来了，排在队伍中间，全程低着头。签字的时候笔没墨了，他掏出自己的笔换上，写完默默收回口袋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老郑也来了，没有排队，只是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，看见我和陆泽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和陆泽也回一点头。王强没有来，听说他被免了村长职务，合作社那80万违约金的事还在扯皮，有人说他堂弟回来了，有人说没有，这些
都和我和陆泽再也没有关系。傍晚时分，水产养殖中心渐渐安静下来，最后一辆货车开走，尾灯消失在公路拐弯处。陆泽的母亲在办公室里整理今天的单据，桌上铺着一叠签好字的供货协议，按顺序落好。他数了一遍，又数了一遍，抬头看向我和陆泽，32份，还差5户没来，会来的。陆泽语气平静，水产不等人。我笑了笑，靠在陆泽怀里，心里满是幸福。陆泽推着我母亲的轮椅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智能养殖池就在20米外，全新的池体，不锈钢外壳在夕阳下泛着橘色的光，和以前的养鱼池一样亮，却大了3倍。门口挂着那块白底蓝字的招牌，苏路水产。陆泽推着轮椅沿着养殖中心外刚铺好的水泥路慢慢走，轮椅轮子压在平整的水泥地上，声音很轻，再也没有清溪村碎石路的咯吱声。这条路平坦又宽阔，远处的公路上货车轰隆隆驶过，声音很大，却不嘈杂，像远方有人在踏实劳作。母亲歪着头看着那块招牌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夕阳从侧面照过来，把她半边脸照得暖暖的，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。她的嘴角慢慢动起来，用尽全身力气露出一个笑容。那个笑容不好看，嘴歪着，眼睛也歪着，口水从嘴角淌出来一点，但她自己都没察觉。但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用力、最真诚的笑容。她抬起右手，颤颤巍巍地指着那块招牌，嘴唇动了几下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慢慢挤出7个字：这才是你该干的事。陆泽停下脚步，站在我和母亲身后，轻轻握住我们的手。他的手温暖而有力，是我这辈子最坚实的依靠。陆泽的母亲从办公室门口走出来，手里端着2碗热气腾腾的面，白瓷碗里握着2个金黄的荷包蛋。他走到我们身边，没有说大道理，只轻轻说了3个字：吃面了。陆泽接过碗，把一个荷包蛋夹到我母亲碗里，又把另一个夹到我碗里。母亲歪着头看着我们，嘴角再次微微上扬。夕阳把我们4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个坐着，3个站着，影子紧紧连在一起，像一个完整又温暖的家。我看着身边的陆泽，看着眼前的水产养殖中心，心里无比笃定，那些打不倒我们的，终将使我们更强大。所谓的艰难抉择，从来不是妥协，而是勇敢地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和爱的人一起奔赴更光明的未来。我和陆泽在邻镇的临时养殖基地忙得脚不沾地，新设备刚调试好，第一批鱼苗顺利入池，母亲的心情也渐渐平复，脸上终于有了笑意。那天下午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，我以为是批发商笑着接起，听筒里却传来一阵阴恻恻的咳嗽声，是王强。他的声音不再有往日的嚣张，带着一股破罐破摔的狠劲。苏婉，你别得意，你拆走养鱼池，毁了全村的生计，你走到哪我就让人骂到哪，你以为临镇就能安稳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托人去镇上举报你，说你非法占地违规养殖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瞬间收紧。陆泽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立刻凑过来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我强装平静，淡淡回了一句：王村长，我合法经营，手续齐全，你想举报随便。挂了电话，陆泽连忙问我发生了什么。我把王强的威胁原原本本告诉他，他眉头紧锁，却还是轻轻拍着我的背：婉婉别怕，我们行得正坐得端，他翻不起浪。可我心里清楚，在农村人情大于法理，王强在村里经营多年，人脉盘根错节，他真要使坏，我们难免会被缠上麻烦。更让我揪心的是，母亲坐在轮椅上默默看着我，眼神里又泛起了担忧。她怕我再受委屈，怕我们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生活再次被搅得天翻地覆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看着身边熟睡的陆泽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放弃城里高薪，掏光所有积蓄，只想带着乡亲们致富，到头来却被恩将仇报，连安稳过日子都成了奢望。我突然明白，在利益面前，人心的贪婪远比我想象的更可怕。不出所料，第2天开始，邻镇的市场监管、农业农村部门陆续有人来检查，他们仔细核查了我们的产权证明、设备采购合同、经营许可证，每一项都查得仔仔细细。我和陆泽全程配合，把所有文件摆得整整齐齐，没有一丝慌乱。检查的工作人员走后，周围开始飘起闲言碎语，有人说我们来路不正，有人说我们抢清溪村的生意，甚至有附近的养殖户故意来基地门口闹事，说我们抢了他们的客源。陆泽把我护在身后，耐心解释，可那些人根本不听，指着我们的鼻子骂。我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想起在清溪村的种种，眼眶忍不住发红。就在我以为这场风波会愈演愈烈时，3天后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亲自上门，手里拿着一份鲜红的表彰通知：苏婉同志、陆泽同志，你们的智能水产养殖技术带动了周边水产行业升级，解决了养殖户的难题。经过核查，你们所有手续合法合规，镇里决定授予你们乡村创业先锋称号，还会给你们申请创业补贴。我和陆泽当场愣住，
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原来王强的举报信不仅没扳倒我们，反而让镇里注意到了我们的项目。工作人员深入调查后发现，我们是实实在在做实事，带动村民致富的创业者。而王强的举报全是无中生有，恶意诬告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工作人员还告诉我，他们接到了不少清溪村村民的匿名举报王强贪污合作社资金，以权谋私侵占集体财产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的委屈和愤怒突然化作了一股释然。善恶中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。表彰会结束后，老郑悄悄来到我们的基地，他还是那副佝偻着背的样子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旧 U 盘，眼神里满是坚定。他把 U 盘递给我，声音低沉：“苏婉，这里面是王强这2年挪用合作社资金、虚报账目、给他堂弟转款的所有证据。我存了2年，就等着这一天。”我接过 U 盘，手指微微颤抖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清晰的转账记录、会议录音、虚假报销凭证，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明明白白。王强不仅吞了合作社的公款，还把本该用于村里发展的资金源源不断转给自己的亲戚，甚至连我们的养鱼池维护费都被他中饱私囊。之前分红时，他说我们的50万投入抵了租赁费全是谎言，他就是想把我们踢走，自己掌控养鱼池赚黑心钱。陆泽看着这些证据，脸色冰冷，这些东西足够让他付出代价了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把 U 盘交给了镇纪委的工作人员。谢谢你提供的关键证据，我们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看着工作人员离开的背影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这2年的委屈、不甘、愤怒，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。我终于明白，我当初拆掉养鱼池不是意气用事，而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，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尊严。王强被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，像一颗炸弹在清溪村炸开了锅，村里瞬间乱成一团。之前跟着王强起哄的村民全都慌了神。李勇的200吨成鱼早已腐烂发臭，土塘被环保部门要求整改，光是清理费用就花了好几万，不仅没赚到钱，还赔得倾家荡产。他每天蹲在自家门口抽烟抽到深夜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。孙婶家的水产全死光了，1年的收成化为乌有，家里天天吵架，丈夫闹着离婚，孩子哭着要学费，她再也不敢叉腰骂人，每天低着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那些当初在分红大会上附和王强指责我们的村民，如今全都悔青了肠子。他们看着自家池塘里死光的鱼苗，看着空空荡荡的合作社办公室，终于想起了我们的好，想起我们没日没夜帮他们调试设备，想起我们免费教他们养殖技术，想起我们把最好的智能设备留给他们使用，想起我们掏心掏肺想带他们致富，可他们却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跟着王强一起把我们逼出了清溪村。清溪村的水产合作社彻底垮了，206万利润不仅赔光了违约金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曾经远近闻名的致富村，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，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的。1周后，清溪村的村民们组团来到我们的养殖基地，他们手里拎着鸡蛋蔬菜，站在门口低着头，没人好意思开口。李勇走在最前面，脸上满是愧疚，声音沙哑：“苏婉、陆泽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听信王强的鬼话，不该冤枉你们，求你们回来带着我们重新干吧。”孙婶也跟着哭了起来，不停抹着眼泪：“婉婉婶，对不起你，当初是我糊涂，是我贪心，你原谅婶吧，我们以后都听你的。”其他村民也纷纷附和，说着道歉的话，求我们重回清溪村。我看着眼前这群人，心里没有恨，只有感慨。我平静地对他们说：“我不怪你们了，人都会被利益迷惑，都会犯错，但我不会回清溪村了。”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满脸不解。我继续说：“当初我带着50万和技术回去，是想帮大家致富，不是为了谁的道歉。现在我在临镇有了自己的基地，有了合法的生意，有了安稳的生活，这就够了。”陆泽握住我的手补充道：“如果你们想继续养殖，我们可以和你们签供货协议，提供技术指导，按市场价合作，但我们不会再回到那个让我们寒心的地方。”村民们听完虽然失望，却也明白是他们自己亲手毁掉了信任。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，默默离开了基地，没有再纠缠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知道这场关于分红、关于人心、关于抉择的风波终于彻底落幕了。如今我的苏路水产越做越大，新的养殖中心正式落成，设备比以前更先进，规模比以前大3倍，方圆50里的养殖户都来找我们合作。陆泽负责运营管理，我负责技术研发，我们把智能养殖技术不断升级，帮助更多养殖户降低成本，提高收入。母亲的身体也渐渐好转，每天坐在轮椅上，看着养殖池里活蹦乱跳的鱼虾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。陆泽的母亲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安稳又幸福。我常常想起在清溪村的日子，那50万是我3年的积蓄，是陆泽的彩礼钱，是我们全部的心血。很多人说我傻，花50万建了养鱼池，最后一分分红没拿到，
还差点被人欺负。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傻，我用50万看清了人心的贪婪，看懂了人性的复杂，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和尊严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心不一定能换真心，但善良一定要带锋芒。帮人之前，先要保护好自己；付出之前，先要看清值不值得。那些打不倒我们的，终将使我们更强大。所谓的艰难抉择，从来不是妥协，而是勇敢的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和爱的人一起奔赴更光明的未来。清溪村的风波早已远去，我不再是那个被人欺负、默默流泪的苏婉，我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技术撑起一片天的创业者。我用一场风波换来了一生的清醒，也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会和陆泽一起，带着初心和热爱，在乡村创业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。我和陆泽结婚的第3年，苏陆水产已成了周边50里最稳的水产招牌，日子安稳得像池里恒温的水。我以为清溪村那夜早翻过去了，直到母亲在轮椅上用那只不太灵便的手指着我衣柜最底层的旧木箱，含糊地吐出2个字：账本。那是我从清溪村带出来的唯一旧物，封面磨得发毛，里面记着当初建养鱼池的每一笔开销，从1颗螺丝到1吨钢管，分毫不差。我一直把它锁着，当做那场寒心往事的标本，从没想过要再打开。陆泽端着刚温好的牛奶走进来，见我盯着木箱出神，轻轻把杯子放在我手边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别碰那些糟心的东西。我点头，却鬼使神差地摸出钥匙，锁芯转动的轻响，像一把小锤子，敲开了尘封3年的秘密。账本里夹着一张折叠的纸，不是我写的，是老郑的字迹。他当初偷偷给我们递过账目，我以为那就是全部，可这张纸上记着另一笔我从未知晓的账。清溪村37户，每户都偷偷领过王强发的封口费，金额不多，每户3000到5000不等，签字画押，日期就在分红大会前3天。我指尖瞬间冰凉，原来当初他们不是被王强蒙骗，不是糊涂，是拿了钱故意把我踢开。孙婶的泼辣，李勇的嚣张，那些围在养鱼池前骂我没良心的村民，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看着我掏光50万积蓄，看着我日夜守着设备，看着我被王强踩在脚下分红为0，然后心安理得地拿着封口费分走我赚来的钱。陆泽凑过来只看了一眼，脸色就沉了下去，他攥着纸的手微微发抖，我能感受到他胸腔里压抑的怒火。当初他放弃城里工作，陪我回乡吃苦，以为是带着乡亲致富，到头来我们俩才是被全村人围猎的傻子。母亲坐在轮椅上，看着我发白的脸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心疼。她慢慢抬手想摸我的头发，却半路垂了下去。我知道她在怕我再被这些人伤一次，怕好不容易安稳的日子又被清溪村的烂事搅碎。我把纸折好放回账本，锁进木箱，推回衣柜最底层。我告诉陆泽，也告诉自己，都过去了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。可有些事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掉。婚后第3年的秋收季，水产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冲击，外地资本涌入，低价倾销冻品，本地小养殖户纷纷倒闭，我们的苏陆水产也被压得喘不过气，订单砍半，池里的成鱼压着卖不出去，每天的设备电费人工成本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。陆泽瘦了一圈，天天跑市场谈渠道，回来时身上带着露水和疲惫，却总笑着跟我说没事有我。我守着基地调试设备核对账目，夜里常常睁着眼睛到天亮。他一觉醒来，我们辛苦打拼的一切就没了。就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，清溪村的人又来了，不是来道歉，不是来求助，是来抢生意的。王强倒台后，清溪村换了新村长，带着几户有点本钱的村民，凑钱建了一个简易养殖池，打着本地原生水产的旗号，低价抢我们的老客户。他们没有技术，没有智能设备，就靠压低价格，甚至到处散播谣言，说我们的水产用了科技鱼狠活，说我们赚黑心钱。第一批老客户流失时，我还在给鱼苗换水。陆泽拿着订单单站在我身后，半天没说话。我回头看他，他眼底的红血丝比当初在清溪村拆养鱼池时还要重。婉婉，他声音沙哑，是我没护住你，没护住我们的生意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。我不怕生意难做，不怕资本挤压，怕的是我们掏心掏肺对待过的人再一次把刀捅向我们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抢生意最凶的是李勇和孙婶。李勇卖掉了家里的土堂，凑钱入了清溪村的新合作社，天天开着3轮车跑市场，见人就说苏陆水产的坏话。孙婶则在菜市场逢人就讲，说我当初拆走养鱼池是毁了全村的活路，说我现在发达了就忘了本，他们忘了当初他们的鱼死光赔光家底，是我们不计前嫌，给他们提供技术帮他们找销路，他们忘了是他们自己拿了封口费把我们逼出清溪村。母亲的病情因为这是急得加重，夜里常常咳嗽睡不着觉。陆泽的母亲看着我们愁眉不展，偷偷抹眼泪，却只能默默给我们做热饭，守着母亲安慰。那段日子
我常常站在养殖池边，看着池里活蹦乱跳的鱼虾，想起3年前在清溪村，我也是这样守着养鱼池，以为真心能换真心，最后只换来了心寒。我以为婚后的安稳是生活给我的补偿，没想到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。就在我们资金链快要断裂，差点要抵押基地的时候，老郑来了，他还是佝偻着背，手里攥着那个就 U 盘，就是当初交给纪委扳倒王强的那个。他没进门，就在基地门口站着，等我出来。苏婉，他声音很低却很坚定，我还有东西没给你。我心里一紧，有种预感，这次的东西会彻底掀翻清溪村的遮羞布。老郑把 U 盘插进我办公室的电脑，里面不是账目，不是转账记录，是一段录音，是分红大会前王强召集全村骨干的秘密会议录音。录音里，王强的声音嚣张又得意，苏婉那个女人傻得很，50万砸进来给我们建鱼池，赚的钱全是我们的，给每户发点封口费，把他踢走，以后鱼池就是我们的，我堂弟管维护，大家年年分钱。孙婶的声音尖酸刺耳，就该踢走他，一个外嫁回来的女人还想管我们村里的事。李勇的声音跟着附和，村长说的对，只要能多分点钱，他的投入算什么，反正他也搬不走焊在地基上的鱼池。还有其他村民的声音，七嘴八舌，全是算计，全是贪婪，没有一个人念及我半点好。我听完录音，浑身发冷，坐在椅子上半天站不起来。陆泽紧紧抱住我，他的肩膀微微颤抖，我知道他和我一样被这赤裸裸的恶意刺得遍体鳞伤。老郑叹了口气，佝偻的背更弯了，我当初不敢全拿出来，王强势力大，我怕全家遭殃，现在他倒了，清溪村的人又来欺负你们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些够你们自保了。我看着老郑眼眶发热，在全村人的贪婪里，只有他守着最后一点良心，等了3年，给我们送来了最锋利的武器。陆泽拿起 U 盘，眼神坚定，婉婉，我们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，这次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善良不是软弱，真心更不是被人随意践踏的东西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那团被压抑了3年的委屈和愤怒终于化作了力量。我们没有把录音公之于众，没有去骂，没有去闹。陆泽拿着录音找到了那些被清溪村抢走的老客户，只放了1分钟，所有客户当场脸色大变，纷纷转头和我们重新签约，不仅恢复了订单，还加大了采购量。他们说我们信苏路水产，信你们的人品，绝不会和那些忘恩负义背后捅刀的人合作。紧接着，陆泽把录音匿名发给了本地的农业媒体和市场监管部门，没有血腥，没有暴力，只是一段真实的录音，却让清溪村的新合作社瞬间成了众矢之的。消费者抵制客户解约，他们没有技术，养出来的水产存活率极低，没几天就死了大半，凑起来的本钱全打了水漂。李勇赔得底朝天，3轮车都卖了，天天蹲在村口抽烟，再也不敢出门抢生意。孙婶家里吵得更凶，丈夫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她一个人守着空房子，再也不敢散播半句谣言。清溪村的人终于慌了，组团再来我们基地时，每个人都低着头，脸上满是绝望和悔恨，比3年前更狼狈。他们想要求我们原谅，想要求我们帮他们，却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。我站在基地门口看着他们，心里没有恨，没有爽，只有平静。我们不会怪你们，但我们也不会再帮你们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3年前选了贪婪，3年后选了恶意，就要自己承担后果。陆泽站在我身边，轻轻握住我的手。苏路水产只和守信用、懂感恩的人合作，清溪村我们不会再踏一步。村民们默默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转身离开，背影佝偻，像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。他们终于明白，他们失去的不是一个养鱼池，不是一个合作伙伴，是一个真心实意想带他们致富的人，是他们这辈子都在难遇到的善意。风波平息后，苏路水产的生意反而更稳了。经过这次事，更多客户认可我们的人品和品质，订单源源不断。我们又扩建了新的养殖车间，引进了更先进的智能设备。母亲的身体渐渐好转，每天坐在轮椅上，看着养殖池里的鱼虾，脸上总挂着安稳的笑。陆泽的母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，热气腾腾，满是烟火气。夜里，我和陆泽坐在基地的屋顶上，看着满天星星。陆泽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轻声说：“婉婉，对不起，让你又受了一次委屈。”我摇摇头，靠在他怀里，心里满是安稳，不委屈陆泽。婚后这3年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最好的生活不是赚多少钱，不是多大的名气，是身边有你，有家人，有守住底线的自己。我以为清溪村的秘密就是账本里的封口费，录音里的算计，可直到整理老郑留下的东西时，我才发现，老郑录音里留了一句话：王强还有一笔账藏在村委会的旧墙里，和你们的50万息息相关。风轻轻吹过，带着水产的清香。我看着身边的陆泽，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苏路水产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有些故事永远没有真正的结局，
而我和陆泽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那些打不倒我们的，终将让我们更强大。那些藏在暗处的秘密，终有一天会晒在阳光之下。我握紧陆泽的手，心里笃定，往后余生有他相伴，有初心坚守，无论再遇到什么风雨，我都不怕。